哈哈哈哈！小花，这教堂规模还可以吧？啊，你都不知道我让我经理人找了多久啊！哎呀，这么大的规模搞一搞，真派头，漂亮！我一定让小贝这次开开心心的嫁出去。挺好的。那我什么时候也能跟他一样啊？小飞来了。哎，舅舅，哎，嘿嘿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哪是喜欢，是非常喜欢。哎，要不是你说你这次结婚想低调一点，那这于强嫁外甥女啊，消息一发布，多少媒体得过来啊！那开玩笑。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啊，舅舅。好了。小慧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一来到教堂就想到结婚，但是一想到结婚，就想到你就被合约绑着，当然闷了。哎呀，当年签合约呢，说3年不许结婚，那当年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当然答应了啊。现在红了啊，就不愿意，不承认了，反悔。那闹不好，最后就是打官司哦。这一上法庭，这媒体不都跑来了？这一报道，这对我肯定不利呀。背着一个什么薄情寡义那个不仁不义的骂名就好了。切！好了好了，知道了啦。于飞，我一定会用尽我一生的努力，能让你成为最幸福的新娘的。月姐也一直挂念着小飞，如果她明天也能来，看到你们幸福的样子，她就可以放心了。小飞，舅舅知道你其实是个孝顺孩子，我就担心你妈明天要不来的话，我怕你这个结婚结的心里也不舒坦。你妈当年是犯了错，但那时候她年轻啊，也是一时糊涂。再说人都会犯错误嘛，是不是？人犯了错也都希望别人能够原谅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在他眼皮底下长大的。我们一家3口生活了30年，明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如果缺了谁，也不能算圆满吧。你妈一个人在养老院，她其实是在惩罚她自己，也挺可怜的。我觉得如果她不来的话，我担心将来你们都会在心里留下深深的遗憾，所以。看样子他是答应了，你高兴了吧？高兴。那我们快去跟月姐说吧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走。舅舅说的对，一家人少了谁都会觉得遗憾的。我知道，就是怕真的见了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用想太多，只要抱着一颗接受祝福的心情就好了。那伯父那边呢？你真的不打算请他过来吗？不了，就算他来，也不是真心来祝福的。感谢上天，让我至少还有你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那就足够了。原本以为利用于飞的身世威胁叶灵，远帆和安正的合作案就能万无一失，但这个计划却被贺凡给发现了。看来只能把身世的秘密透露给杨华知道。只要他们成了婚，于飞是真公主的身份就由我来揭晓。
涛，嗯，你还在干嘛呀？时间差不多了，赶紧换衣服吧。啊，满屏啊，我早说过我不去了，你跟爸去就行了。于飞她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，好不容易才活下来，今天她要嫁人了，我们当父母的不去，你觉得像样吗？快点儿！好好好，我换就是了嘛。要给人祝福添热闹，也要看对方领不领情啊。我是怕热闹没添到，反倒给人添堵了。不领情我们也得去，这是我们欠女儿的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别让小玲知道，这孩子心眼儿多，我怕到时候她又跟我生闷气。知道了。哎，差不多该走了啊。马上就走吧。爸，您今天看上去特别的精神，气色也很好。这件事儿当然不能瞒着小玲，我得让她知道，我这个父亲心是向着她的。叶林，上回小伟委托给你那些股份，我都处理的差不多了。现在你不仅是安正的董事长，更是最大的股东。我知道你心里很不愿意，但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防小人。你只要清楚，你的心是向着爷爷，向着杨家，他们会谅解你的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我爸发短信说，我妈带着爷爷还有他去参加于飞的婚礼，还不想让我知道，这明摆着就是没有把我当做一家人。他们是想瞒着我一家团圆是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于飞婚礼现场。叶离，叶离，你先不要那么冲动。我一定要去，我怕我妈见到于飞一时激动，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，我怕这个秘密在我爷爷面前曝光。这事被曝光是早晚的事，你现在去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倒不如好好的想一想，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你自己。例如，把杨家的财产通通过户到你的名下。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连小伟都欺骗了。我不想再做出任何对不起杨家的事情，我更不想对不起爷爷。除了小伟，还有谁把你当成家人？你在这里掏心掏肺的难过，他们现在缺一家团圆，嘴巴上叫你女儿，心里面想的却是亲生的于飞。你对他们的好，他们真的放在心上了吗？再说了，要是你妈今天沉不住气，把深深的秘密说出口，你的地位很有可能一下子就被取代了。你真的有把握你爷爷就那么疼你，就算不是亲生的，也不会在意吗？可是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的，很多地方还需要爷爷的印鉴才可以。要想让爷爷把印鉴给我，是很困难的。你放心，我会有办法的。小飞，这些花都是你布置的吗？你好厉害呀！那以后我跟你舅舅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要帮我布置一下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到时候你都是我的舅妈了，我能不听你的话吗？说的也是，那舅妈先说声谢谢你了。小飞，你看你来了。
我总算盼到这一天了。小飞、贺凡，祝贺你们！谢谢。瞧我，太激动了。贺凡，你跟小飞好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经历了那么多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小飞，就拜托你了。请伯母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小飞的。于飞，爷爷，爷爷，我不理你，我不理你。你说你活着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先告诉爷爷？难道你不知道？爷爷为你难受，为你伤心。不理你，我不理你。对不起，爷爷。是我让你为我难过了。恭喜你。谢谢。小飞啊，今天就是你曼萍阿姨邀请我们大家一起过来祝福你的。你这个曼萍傻阿姨呀，过去不知道怎么跟你交往，有些事情别往心里去。是啊，过去真对不起你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看，小飞果然是一个淘气的孩子。云女士啊，小飞能有今天，都是你教导有方啊。不是我，是他天性善良，贴心懂事，所以他一定会幸福的。原本我以为今天这场婚礼只会有我们自己家的人，没想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啊！是啊，该来的都来了，这不该来的也不请自来了吗？大家伙都到齐了，抱歉，是我来晚了。谢谢大家参加犬子的婚礼，让这场婚礼意义非凡啊！小飞，今天是你和贺凡大喜的日子，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贺凡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放心，爸爸，我会和何凡一起努力，一起打拼的。张董，于飞嫁去你们家以后，还要麻烦您多多的照顾她。有意思，这话应该是于女士跟我说的，没想到叶太太先开口了。张董事长，小飞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们家很有缘了，万平就是看着他从小一点点长大的。谈不上是娘家的人吧，但是一家亲还可以吧。所以曼萍今天带着我们是来祝福小飞的，我看张董事长这无可厚非吧？杨董事长说的是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各位长辈，不好意思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带新娘子去补妆了。
我离开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请伯父和爷爷去前面就坐吧。贺凡啊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就专心做你的新郎。至于杨董事长，就由我来照顾，我还可以顺便和他谈谈生意上的事儿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让杨董事长他们宾至如归的。杨董事长，请。好。爸。请你别再想利用于飞的身世，更加别再做任何伤害她的事。于飞是我的好媳妇儿，我怎么可能做伤害她的事情呢？去忙你的吧。孩子，我今天一定要把于飞推回到公主的位置，这样你才能成为乘龙快婿。现在你不谅解我，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。这不是回家的路吗？没错。化起妆来还真是好看。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，原来你跟我还是有几分相似的。谢谢你，今天特地把爷爷请过来，我很开心。能叫我一声妈妈，没关系，我知道，现在要你喊我，你是喊不出口的。你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今天能跟贺凡有这么好的结果，我是很开心的。你的上半辈子，我没能陪在你的身边，好好的照顾你，爱护你。我真的希望贺凡能够好好的照顾你的下半辈子。我就没有什么别的牵挂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带了一份礼物，就当是嫁妆吧，送给你。这是，打开看看。
这是安正的股份，这个我不能要。孩子，你毕竟是杨家的一份子，这是你应得的啊！对不起，这个我真的不能要。如果你真的为我好的话，就让我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吧。这是妈妈欠你的，你就当是给我一次补偿的机会，收下它好不好啊？我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，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。你的心意我收下了，但是股票请拿回去吧。我只想过平淡的生活，不要勉强我。结了婚，一定要幸福，一定要幸福。张妈，小林，你回来了，夏医师。张妈，爷爷他们呢？他们陪董事长出去吃饭应酬了，小伟在房间里休息，还没有起来呢。张妈，去买点螃蟹吧，昨天爷爷还说想要吃呢，我想给他个惊喜。螃蟹，我今天去附近市场看了，全没了。这样买的话，得到南门市场去呢。妈妈，你帮我买点吧。放心，小伟我会照顾好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去啊。快点，今天就把硬件拿到。我们去书房吧，一定在的。好。贺凡能够得到杨董事长如此的肯定，我这个做父亲的也就放心了。张董事长，贺凡的确是块做生意的好材料啊，加上又跟于飞这个好孩子结婚了，以后你们张家有什么事儿就交给这对年轻人就可以了。平涛，小飞今天结婚，往后呢，你跟张董事长就是亲家了。我还得提醒你一句啊，小飞尽管结婚了，嫁给人家了，可你还是小飞的父亲呢。啊，他要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要管，做得不到的地方你要教，缺了什么东西，咱们杨家给补上。啊，哎呀，不能让你那张董事长家为难呐。你说是不是？人家也不那么富裕嘛。啊，是，爸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杨董事长，我还没好好的谢谢你，谢谢你给远帆和安正合作的机会，我们远帆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远帆跟安正合作，叶玲没有跟你提过吗？不过也没关系了，毕竟两家公司的合作从于飞和贺帆结婚开始，也变得更加不同了。可以这么说，是亲上加亲啊！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是我。老董事长，小姐无预警的跟原本的合作对象解约，转跟远帆集团合作，现在对方已经写来存证信函，我想是不是该由您来处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
马上要开始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有急事回家一趟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下面也许太冰冷，华丽的城太沸腾，火热里的拥吻，恰恰成真，只留春红心疼。还好我们才懂，还好爱情发生，脆弱的门推开就成两分。当时贺凡没能娶叶灵，现在却娶了于飞，这是老天爷要助我。要不是爸有急事先走了，他现在看到小飞走在红毯上，一定也会很开心的。小飞，不管你还愿不愿意认我这个妈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越发残忍，还有幸福在等。还好我们会痛，还好爱情发生，一双眼神，忘记一生。整个书房都找遍了，怎么就是没有？到底会在哪儿呢？叶莲，我们再不快点，等张妈回来，我们就没机会了。可是爷爷真的没有跟我提过啊！不可能，你爷爷最疼的就是你了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他一定告诉过你什么？啊？等你长大回来了，爷爷就让你接替这个位置。原来爷爷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我就说了，他这么疼你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是不会瞒着你的。叶离，只要有了这个印鉴，我们就可以把杨家的房产、地产，所有的一切，统统过户到你的名下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这么做。爷爷那么疼我，我这么做爷爷会很伤心的。绝对不能让爷爷伤心，绝对不能对不起爷爷。叶离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这边念着你跟杨家的感情，那边说不定已经认亲团圆了。难道你真的甘心，因为命运2个字就要夺走你的一切吗？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拿到这些东西不需要感到愧疚。只要这个东西到手，就算于飞夺走你的家人，但财产他是拿不走的。我们赶紧离开，把事情办妥。走。啊，董事长，爷爷，你们在我书房里干什么？啊？
我警告过你，不要跟这个夏雨阳在一起。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你今天居然敢把他领到家里来，你这……你在吵什么呢？印鉴，你偷我的印鉴！你老实说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先是毁约，回头就跟远帆合作，现在居然敢动手偷我的印鉴，是不是这个夏雨阳唆使你这么干的？亏我一生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你身上了，你却三番五次的在感情的事儿上伤透了我的心呢，我真是白疼你了。爷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董事长，你不可以全怪叶林，他是为了保护自己，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保护他自己？他为什么要保护他自己？因为她不是你的亲孙女。雨阳，你别说了。你现在不跟他解释，你让他误会一辈子吗？雨阳，不要再说了。不，让他说。我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她为什么不是我的亲孙女？因为当年你的女儿不顾道义，抢了她闺蜜的未婚夫，哪知道两个人都怀孕了。可能是老天爷要惩罚你女儿吧，让他们的女儿在同年同月同日同一家医院出生，因此给了于飞的母亲调换孩子的机会。简单一点说吧，于飞才是你的亲孙女，而叶玲她不是，她不过是个冒牌的假千金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小玲不是我的亲孙女。以她的能力，以她的聪明，董事长，于飞何尝不是呢？她不过是落了难，没有机会学习罢了。你仔细想想，叶夫人最近是不是对于飞的态度改变了很多？像今天，她为什么那么希望你去参加于飞的婚礼？您是一个聪明人，应该一点就通。原来你们大家都在瞒着我。没错，甚至连张建军都拿这件事情来威胁叶林，要叶林让安正跟远帆再度合作。董事长，你真的不能怪他，他不过是维护自己的权益，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他叫你爷爷叫了这么多年，对你也十分的孝顺，不应该落到什么都没有的下场吧？对了，顺便再跟董事长报告一件事情，我们已经让小伟将他1/4的股份委托给我们，所以现在叶林是安正最大的股东。再加上这个印鉴，你们杨家的财产将归他所有。够了，雨阳，不要再说了。爷爷，你先坐，我给你拿药。你要真把我当爷爷，会有这个夏雨阳这样摆布？夏雨阳，你这个东西！啊！爷爷，爷爷，我给你拿药。爷爷，我去打电话让救护车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要打了这个电话把你爷爷救醒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到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会是于飞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宁可失去一切，我也要救爷爷。你。小伟，
下来了？啊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你别吓唬我啊！啊？怎么了？好好好，我扶你上去啊！我扶你上去啊！别着急，慢慢来啊！小亮，快点救救我！快点，小亮！爷爷，对不起。爷爷，对不起。都是我不好。叶琳，不要扶我，都是你。要是你要早点把爷爷送到医院，他现在就不会这么危险了。我知道你不谅解我，但是当时的情形你自己也很明白，我是为了保护你。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？很抱歉，我们尽力了，请把握下时间。叶琳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，但你一定要沉住气，不能出错了。放开我！叶琳，爷爷。我做的这些错事，全部都是因为我不想失去。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个家，爷爷，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。我最害怕的，就是当你知道我不是你亲孙女的时候，你就不再爱我了。我已经失去妈妈对我的爱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，爷爷。爸，爸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身上都备着药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到底怎么说？你说话呀！医生到底怎么说呀？曼萍啊，你先别激动，让小玲好好说嘛。医生说，爷爷时间不多了，让我们抓紧时间。爸，你醒醒啊！爸，你醒醒！我这个当女儿的，一辈子任性，让你操心。要是你不在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，爸？爸，你醒醒，看看我们啊！于飞，去叫一声爷爷啊！叫一声爷爷，让他知道你是他的孙女儿，是我们杨家的孩子，好不好啊？曼萍，都什么时候了？难道你还要瞒着这个秘密吗？你要让爸带着遗憾离开我们？于飞，我求你了啊！伯母说的对，是该让爷爷知道。我求你了。